中越两国啊，在历史上有着错综复杂、爱恨交织、剪不断理还乱的深厚渊源。从秦汉到五代，越南被称作象郡、交趾、胶州、安南，前后1000多年的时间里，这里一直是中原王朝统治下的领土。五代十国时期啊，安南逐步实现独立。北宋时期曾2次征伐没打下来，后来的蒙古铁骑先后3次南征，数十万大军在安南折戟沉沙。到了明朝初年啊，安南陈朝一位名叫黎季黎的权臣大杀陈朝宗室，篡位自立，建立了胡朝。明太祖朱元璋对其表示强烈不满，屡次拒绝朝贡。等到明成祖朱棣上位以后，3下5除2，居然把安南给征服了，可是也仅仅统治了20年的时间。越南的历史学家啊，将这20年称作第4次北蜀时期。那么朱棣是怎么征服的安南？明朝又是因为什么将到了手的安南得而复失？今天啊，咱们就来聊聊这段故事。所谓安南啊，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越南中北部的古称。越南史学界将其受中原王朝统治时期称为北蜀时期。从秦汉到五代，这一区域作为中原王朝统治下的郡县，长达1000年之久。秦帝国平百越，至南海、桂林、象郡，其中的象郡包括今天越南中北部。那么秦朝末年天下大乱，赵佗据有岭南，建立南越国。后来的汉武帝出兵10万，灭掉了南越国，将其分为9郡，其中在今天越南境内啊，分别设置了交趾、九真、日南，而后又统称胶州。到了五胡16国时期，中原乱成了一国州，胶州也就跟着变乱迭起。南朝梁武帝大同10年，一个叫李泌的人自称南越帝，建立了万春国，但是很快被陈霸先所灭。在之后呢，胶州仍不太平，一直到隋朝南下灭陈之后才渐渐消停下来。到了唐朝，唐高宗将胶州都督府改为安南都护府，安南的名称从此流传下来。唐末五代啊，中原再次混战不断，岭南地区有2股势力，一个是割据广州的刘演，一个是割据胶州的曲浩。刘演后来被朱温任命为靖海军节度使、安南都护。刘演死后，他的弟弟刘演袭位，随后呢称帝，建立南汉政权。南汉进兵胶州，灭掉了曲成美，曲氏有部将杨廷益拥兵自立，杨廷益被部将所杀。到了后晋天福4年，他的女婿吴权起兵，并且在白藤江打败了南汉的军队，从此吴权自立为王。吴权占有胶州，脱离了南汉的统治，他建立的王朝被称为越南吴朝。后世的人们通常认为吴权是代表古代越南独立建国的重要人物。两宋期间啊，安南又经历了丁、李、李、陈4朝。宋太祖赵匡胤建国以后，安南群雄并起，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有12个之多，史称12使君之乱。直到欢州刺史丁不领崛起并平定群雄，在北宋开宝元年，也就是公元968年，建国大取越，这就是越南历史上的丁朝。宋朝在灭亡北汉之后啊，丁不领主动向北宋表示臣服，并且派长子丁敛前往开封，向北宋请求册封。出于对当时形势的考虑呢，安南自主已久，暂时只能默认现状，于是接受朝贡，册封丁不领为交趾郡王，封丁敛为检校太师、靖海节度使、安南都护。此时的北宋君臣在一定程度上认为安南是汉唐故地，是迟早要统一的。此后若干年，宋太宗的时候发动了一场战争，宋神宗的时候又发动了一次讨伐，结果全部以失败收场。到了南宋淳熙元年，安南李朝第6位皇帝李天作向宋朝遣使入贡，考虑到南渡以后国势不振，宋孝宗出于机密起见，封李天作为安南国王，从此对安南正式称国。独立了200年，这个安南终于得到了中国的正式承认。蒙元兴起以后，蒙古铁骑先后3次入侵安南。公元1254年，在攻灭了大理国之后，蒙军计划挥师东进，攻灭当时越南的陈朝，从而对南宋形成包围。蒙古将领乌良哈台领兵3万，最初节节胜利，甚至占领了安南国都升龙，也就是今天的越南河内。但是由于暑热难耐，加上粮草耗尽，最终只能被迫撤军。
这是蒙古军团第一次入侵安南。第二次是在攻灭南宋以后，元世祖忽必烈集结重兵50万，以其第9子镇南王脱欢为帅，兵分6路进攻安南，但是仍然因为天气炎热，军队中蔓延病疫，最终以失败收场。2年以后，元朝第3次入侵安南，同样是因为气候炎热，大批军士染病，不得不草草撤军北返。明朝建立以后的洪武2年，安南派遣使臣入贡明朝，作为第一批外国使者，安南使臣受到明太祖朱元璋高度重视，末了派人进行回访，并且正式册封陈日葵为安南国王，赐给鸵鸟图金银印。后来因为陈日葵去世而改封4位的陈日礼。安南求封本来为明安两国关系创造了良好开端。朱元璋在建国初期曾说过，外国诸国入贡者，安南最先，高丽次之，战成又次之，皆能奉表称臣，何与古制，朕甚嘉焉。这几个小老弟儿都很有眼色，我很欣慰。由此可以看出呢，在洪武初期，明朝和安南的关系是比较融洽的。但是这种融洽关系在不久后因为恭定王陈叔明废军自立、安南和战城争端以及明安两国边境纠纷等等一系列事件而发生了改变。安南陈朝的第7位皇帝陈玉宗，就是率先向明朝入贡的那位。这个陈玉宗没有子嗣，因此在临终之前呢，干了这么一件事儿。他指定这个皇位由其兄长养子继承，这是一个没法用正常思维理解的事情。他本人没儿子，但是还有哥哥和弟弟以及大把的宗室成员，可是他偏偏要把皇位传给哥哥的养子。这名养子就是陈日礼，也是陈朝历史上的昏德公。陈日礼本姓杨，实际上是幽灵杨江的儿子，身上没有陈朝血统，继位不久就被人撵下了台。陈玉宗的兄长陈叔明宣布继位，这就是陈懿宗。政权更替，按照惯例也应该向宗主国请示汇报。陈叔明跳过了这一步，直接以自己的名义向明朝入贡，想要蒙混过关。但是明朝礼部官员说不行，现在登记在册的安南话事人叫陈日礼，不叫陈叔明。根据《明实录》的记载这件事情被查明以后，引来朱元璋极度不满，拒绝接受贡物，并且严厉斥责陈叔明篡位叛逆。陈叔明表示很冤枉，可是没办法，迫于明朝压力，只能禅位给弟弟陈日湍，这就是陈睿宗。陈叔明名义上禅位，实际上呢仍然掌握实权。明朝看其态度恭顺，无意干涉安南国事，也就承认了既定事实。陈叔明担任上皇，掌权20几年，这个期间呢，宠信扶持了他的妹夫，就是开头提到的那位黎季黎。这个黎季黎凭着陈叔明的信任，气焰日盛，野心也不断膨胀。等到陈叔明有所警醒，已经为时已晚。这期间有2件事影响了安南和明朝的关系，一个呢是安南和战城两国争端，一个是明朝和安南两国边界纠纷。安南独立以后，一直在有意识的向外扩张，但是北边是强大的中国，东边是大海，西边是高山，因此呢，只能南下战城首当其冲。这个战城呢，是一个立国久远的国家，大致位置相当于今天越南的中南部，刚好在中国通往东南亚和印度的航线上，因此成为中国向海洋发展的重要贸易对象和转运港。这个战城的存在足以牵制安南，因此获得了明朝的重视。洪武2年，战城首次指控安南侵犯边境，朱元璋派人去做和事佬，劝他们息兵养民，两边都表示服从。洪武9年，两国战端再起，朱元璋已经做过一回和事佬，没想到几年以后，这哥俩又打起来，于是心里十分不满，并且把责任归咎于陈叔明。他说：“你陈叔明自打掌管安南事务以来，国中多变，民不聊生，现在又和邻国纷争不断，你们彼此间的是非恩怨我知道的并不多，但是这种仇怨无休无止，将来怎么办呢？何不就此罢手，息兵养民？难道非要搞到亡国才肯停止吗？”同时又传谕战城国王，说我过去就告诫过你们，不要搞得老死不相往来，连年苦战，
胜负不可预知，鹬蚌相争，渔人获利，他日悔之，为时晚矣。应该说，无论从邻国的角度，还是宗主国的身份，这个话呀说的已经很有分量。老朱基本上做到了一碗水端平，也不让明朝卷入两国纷争。但是他的努力调停并没有奏效，两国的边界仍然是战火不断。除此以外啊，明朝和安南的边界同样存在纠纷。洪武14年，广西思明府向朝廷奏报，说安南方面骚扰边境，转回头问责到安南，安南又说思明府攻打了自己。朱元璋后来查明真相，发现是安南没说实话，气愤之下马上命令广西拒绝安南纳贡，不要让他们再来了。您注意，这在老朱的时代已经是最为严厉的惩罚。总的说来啊，安南在陈叔明掌权期间，时不时的让朱元璋抓住把柄怼两句，但是大面上还过得去。这种情况在陈叔明死后很快发生了变化。洪武27年呀，陈叔明的身体渐渐大不如前，他的妹夫黎季黎党羽众多，对陈氏王朝的威胁越来越明显。陈叔明有所察觉，但是已经没有办法制约。于是呢，他命令画工画了4幅画赐给黎季黎。第一幅周公辅佐周成王，第二幅霍光辅佐汉昭帝，第三幅诸葛亮辅佐后主，第四幅是越南历史上的苏献成辅佐李高宗。2个月以后，陈叔明召见黎季黎，上演了一出安南版的白帝城托孤，说平章亲族，国家事务一一委之，今国势衰弱，朕方老耄，继世之后，官家可辅则辅之，昏暗则自取之。这个情节呀，看过《三国演义》的人们应该都很清楚。那么黎季黎听了这话，立即免官叩头谢恩，同时手指天地发誓，说臣不能尽忠努力官家，传之后裔，天其验也。这年年底啊，陈叔明病逝，黎季黎开始全面掌权，对明朝的态度也随之渐渐强硬起来。洪武29年啊，广西思明府土官黄广成上奏，说过去在元末的时候，有5个县的地盘被安南强占，希望朝廷给我们做主，责令安南归还这5个县的旧地。要说这思明府说话也是够大喘气的，相隔了10几年，但是上一回是说边界骚扰，这回说的可就是领土治权问题了。这自然引起了明廷的高度重视。朱元璋派了一个叫陈诚的人出使安南进行交涉，要求安南归还故地。转眼陈诚到了安南，和安南政府交涉归还5县问题，但是沟通无果。这个陈诚啊，以为是翻译没有表达清楚，专门给安南国王写了信件，依据典册舆图，从历史严格角度证明那5个县原本属于明朝思明府。那么黎季黎呢，也以国王名义进行回复，认为典籍图册那都是过去，一时说一时话，现在5县在安南管制范围，力争不让，爱咋咋地。陈诚回国之后呢，这个老黎担心明朝会采取军事行动，直接上书大明礼部，自己为自己辩护。朱元璋在见到回国的陈诚，听了他的奏报，内心翻滚，但是仍然采取容忍态度。原因无他，这个当时的明朝在军事上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了防范北方的蒙古人卷土重来。西南只要大面上过得去啊，就不会有战争。这是一条老朱在洪武4年就明确下来的对外策略。所以即便小老弟儿的表现不再像以前一样听话，老朱最多就是断交绝供，或者在诏书上放狠话吓唬吓唬。即便在黎季黎上台以后，这个关系已经明显恶化，朱元璋仍然将安南列入到了15个不争之国的行列，并且将这一策略写进了皇明祖训。黎季黎本姓胡，根据《大越史记全书》的记载，他的先祖叫胡兴义，是浙江人。5代十国时期来到安南定居，后来胡兴义的第12代孙胡琏成为宣慰黎逊的养子，从此就以黎为姓。现在的一些观点认为黎季黎实际上有着经世之才，比起陈朝末年的诸多君主，老黎可以算得上是位明君。他在教育、财政、货币、官制等等方面的改革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如果不是篡夺了陈朝皇位，这个老黎也是可以流芳百世的。咱们单说建文2年黎季黎大杀四方，清除异己，
废掉陈少帝自立，国号大禹，改回胡姓，史称胡朝。这个时候我们就该称呼其为胡季离了。不到半年，胡季离又禅位给次子胡汉苍，自称太上皇，掌握实权。胡汉苍不是胡汉三，他是胡季离和陈朝徽宁公主所生，血统上是陈氏的外甥。安南陈朝开国皇帝就是靠着女婿的身份，通过前朝禅让登的位。所以胡季离呢有意重演历史，想要通过陈氏外甥的身份为自己儿子向明朝求封。老胡在安南篡陈夺位，北边的朱棣在同一时间干了一件类似的事儿。清君侧，靖国难，挥师南下，直入京师。朱棣当了皇帝，大侄子建文帝朱允文消失不见，皇位来得好不尴尬。因此继位后不久，朱棣就派人诏谕安南、暹罗、爪哇、琉球、日本等国，带头大哥换了人，现在新推出了很多更加优惠的外交政策，你们赶快来吧。如果外交繁荣刚好可以转移一部分朝中非议，那么很快有安南使者抵达京师，奉表恭贺朱棣继位，并且借机向朝廷汇报，声称陈朝宗室已经灭绝，现在有陈氏的外甥胡汉苍请求册封。朱棣安排礼部前往安南核实情况，在调查一番之后，正式封胡汉苍为安南国王。双方在融洽友好的氛围中度过了永乐元年。没想到刚刚过了1年，两国的关系突然恶化。永乐2年4月，广西思明府知府黄广成再次指控安南以武力侵占了潞州、西平州、永平寨等地。朱棣斥于安南使者，如果不是你们的地盘就别站着了，抓紧时间归还。但是安南置之不理，这是第一件事。篡位以后胡季离大举攻伐占城，占城国王在永乐2年8月利用朝贡的机会控诉安南侵略。那么朱棣听了以后更加生气，再发敕谕斥责安南，并且发出警告，一速改过，不然非安南之利也。你们再这么下去可就没什么好果子吃了。但是胡季离父子仍然不予理会。就在同一时间有一个名叫裴伯奇的陈朝老臣逃到明朝境内，效仿申包胥入朝申诉，揭发胡季离弑主自立，请求明廷出兵讨逆，恢复陈朝社稷。没出1个月，有一位名叫陈天平的人也逃到了明朝。这位陈天平不简单，他是明朝和安南刀兵相见的一个关键。据《明太宗实录》的记载陈天平自称是安南陈朝王孙。胡季离迫害陈氏宗族，陈天平逃到老挝，由老挝军民宣慰使刀宪歹遣使护送到明朝。到了这年年底，依照惯例，安南派人来恭贺新年。朱棣为了验明陈天平的身份，让其和安南使者相见。使者认出了这是陈氏子孙，全都是错愕下拜，还有人痛哭流涕。这是明朝这边的说法。而越南的相关史料则完全推翻了这种说法。大越史记全书认为陈天平只是陈朝宗室陈元辉的家奴，原名叫做阮康。甭管是家奴还是王孙，天朝上国的朱棣认定了陈天平是陈朝王室后人，并且在永乐3年正月派遣监察御史李琦等人出使安南，对胡季离父子弑主篡位、建号改元进行问责，要求这爷俩给个详细的解释。胡氏父子马上承认错误，态度特别诚恳，派了一个叫阮景真的使者跟随李琦来到明朝谢罪，说陈天平的确是陈氏子孙，很早就移民海外了，完全没想到他还活着，天恩浩荡，臣请迎天平以君视之。朱棣一看这爷俩很是识时务在派人前去安南落实了迎回陈天平一应事务以后，做出承诺，说果诚心应朕，尽改前非，朕当封尔上公，封以大郡，传之子孙，永世无穷。就在两国交涉的期间，明朝和安南的边界争端已经从广西思明府延展到了云南宁远州。云南西平侯穆圣屯下重兵，就等朱棣一句话就要出兵安南。到了这年12月，安南再次派人来朝，说彩旗鲜花都已经准备好了，就等陈天平回去了。朱棣一边敕谕穆圣撤兵，一边商议如何护送陈天平返还安南。永乐4年正月，陈天平辞别回国，
临行前，朱棣给了很多赏赐，并且特意交代，回去了就要好好做，对待胡氏父子要妥善处理。3月16，明廷差遣大将黄忠领5000兵马护送陈天平抵达安南边境。胡汉仓因为临时生病，没有亲自迎接，只派了黄惠清等人作为代表。领队的黄忠心里有所怀疑，但是派人四散探查，反馈都是并无异常，于是也就放下心来，继续前进。说这一天，一行人走到一处所在，道路崎岖，山高林密，刚好又赶上暴雨倾盆，行进队伍已经难以成列。突然听闻号角声响，伏兵四起，安南军队有数万之众杀退了这伙明军。黄忠重整军马，准备还击，但是安南军截断桥道，兵危将寡，只能领着人返回了广西。那个陈天平呢，再也填不平了，他在混乱中被安南军劫走，最后凌迟处死。有一部分明军当了俘虏，被发往义安种田为奴，前一秒还是威武之师，下一秒已经下地干了活。安南胡氏表面上答应还政陈氏，实际上改革了兵役制度，凡15岁以上60岁以下的男人全部都要当兵，舍得一身剐，敢把老朱拉下马。他们早就做好了大战的准备。朱棣这回可是太窝火了，心里想着刚刚上位，正好处理一下边关事务，凝聚一下人心，这可好，脸上被人打得啪啪作响。陈天平事件直接演变成了朱棣继位4年以来所面对的最为严峻的考验。是可忍，孰不可忍，孰可忍，实而不可忍。安南在截杀明朝军队以后，还派来使者解释辩白，请求像从前一样通使入贡。朱棣心说，你们可快给我玩去吧。明朝和安南的关系已经完全破裂，必须使用武力解决问题。那位说了，朱元璋不是留下皇明祖训，把安南列入15个不争之国了吗？这里得说朱棣并非寻常君主可比，他连自己的大侄子都是说打就打，压根儿就不会因为祖训惯着一个藩属国。出兵安南提上日程，那明朝朝野上下几乎一致赞成，安南这块地儿过去属于中国，大同的情节一直都在，甚至有人提出郡县齐地的说法。只有一个人提出了不同意见，谁呢？当时的内阁首辅大学士谢晋。谢晋的观点是安南的人们自古都是化外之民，反复无常，不好管理，最好还是保持现状，奉正朔效公职，听话就保持机密状态，不听话就打到听话，只是不可以为郡邑，就是说这块地儿就别再想着再据为己有了。该说不说，作为首辅，谢晋在安南问题上深谋远虑，他的话要在20年后才被印证。这会儿朱棣正气在头上，谢晋呢由此开始失宠。陈天平被劫杀3个月以后，永乐4年7月初4，朱棣下令派遣成国公朱能为总兵官，左副将军西平侯穆胜，右副将军新城侯张辅，从广西、云南2个方向进兵攻打安南，并且以兵部尚书刘俊参赞军事，刑部尚书黄福、大理寺卿陈洽等人负责运送粮饷。有关这一次总兵力，对外宣称是将兵80万，实际上有学者考证，当时从各省所征调派往安南的总人数应该是21万5千。7月16大军正式出发，朱棣亲自为将士们饯行。只见这一天是风和日丽，百舸争流，旌旗蔽日，鼓角齐鸣，明军之威武是开国以来前所未有。闰7月13，一支600人的先锋部队被派往战城，朱棣派人敕谕战城国王，命令战城严防边境，防止胡氏父子逃脱。这期间朱棣也不断密谕给朱能，除了要求严明军纪，传授用兵方略以外，又特意提到了这么几件有意思的事儿。第一，进入安南以后，凡各地府库、仓廪、户口、田赋、甲兵籍册、郡邑图志，一并交由尚书刘俊务必妥善保管。第二除了佛道经文不毁以外，一切书版文字以至礼俗同盟所习，片纸只字悉皆毁之。凡有古稀中国所立碑刻，一律保存；凡是安南所立，全部销毁，一字不留。第三汉代的时候，马援曾经在安南边界立有铜柱，上面刻有铜柱折交准灭的文字，找到铜柱，然后将其毁掉，放在路旁展示给当地百姓来看。第四，遍访安南物色2类人才，一种是精细通达、长于谋略的，
一种呢是奸诈诡谲不走寻常路的，可以尽数举宝送来京师。第五，各个门类的匠人以及乐工连带家属一并起从赴京，统一落实住房户口。第六，平定以后，命令各府州县原任官吏轮流进京朝见。第七，平定安南以后，从鸡鸣关一直到其境内，沿途必须设立卫所，必要的时候可以专门修建城池，务必要烽火相望，声势相连，遇有紧急情况可以相互援助。什么地方可以设立卫所，具体留了多少人，存粮多少，相应负责人都姓字名谁，尔等务必要从长计议，密奏一文。到了8月初1，朱棣的又一封密谕更能看出门道。他说：昔云南辟在万里山川险固，我皇考太祖皇帝一鼓而平之，创立自古所无之功。这说的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时候，派遣傅有德、沐英、蓝玉平定云南。今安南虽在海州，自西为中国郡县，5纪以来力不能治，历宋及元遂图之而功无所成，贻笑后世。这里呢就很有调侃唐宗宋祖的那种意思了。今离贼逆命，朕命尔等率师前往问其罪，与尔等免成大功。总的来说呀，朱棣雄才大略，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征伐，而是带着长远经营的打算，准备效仿他的父亲，将安南这片土地重新收归中国所有。但是毕竟已经独立了好几百年，一些民族特性已经形成，安南能不能像云南一样顺利并入大明的版图呢？明军这边的进展并不顺利，总兵官朱能病死在了广西龙州。朱能很可惜，这是朱棣的从龙之臣，一路跟着打过来。靖难的时候先后击败耿炳文、李景龙，死的时候年仅37岁。消息传入京师，朱棣获悉朱能病逝的噩耗以后，马上下令由张辅接任总兵官，并且亲自勉励张辅，说过去太祖高皇帝命令大将军开平王常遇春、偏将军祁阳王李文忠率部北征，开平王死在了柳河川，祁阳王继续率领众人扫荡残胡，终见大勋。尔等应该立志自强，取法前人，建万世之奇功，成万世之善名。就这样，张辅等人在10月初9领兵从广西思明府平祥县出发，攻入累坡关，就是今天中越边境的友谊关。张辅字文弼，河南开封人，明朝初年历仕4朝的重臣名将。父子2人都曾跟随朱棣起兵，他的父亲就是靖难第一功臣张玉。在轻松拿下累坡关以后，张辅命人摆下香案，备齐各种贡品，焚香祷告，祭拜安南山川，同时举行全军誓师大会，告诫三军将士，说皇帝非利安南土地百姓，乃为黎贼害其国主，虐其黎庶，命我等吊民伐罪，叮咛告诫，非临阵不得杀人，非秉令不许取物，勿掠子女，勿焚庐舍，勿见禾稼。尔等以奉承天子得意，以立其功，不用命者，必以军法从事，无赦。誓师完毕，张辅按照朱棣的安排出榜发布檄文，隶属胡氏20条大罪，说明要重新扶立陈氏，将檄文刻在木板上，放入河中，通过纵横交错的河道传遍全境。就在同一天，先锋官阴阳将军吕毅派人送来捷报，说前方爱流关有安南兵马2万，配备了大量火铳，依山结寨，明军不畏艰险，攻破爱流关，斩首40骑，俘虏60余人，其余人等一触即溃，首战告捷。安南方面，胡季离的长子胡元成极其擅长研制各种火器。这场战争80多年以后，海南海口出过一位名叫邱俊的人物，官至户部礼部尚书、太子太保。邱俊写过一本《大学演义补》的书，其中对明初的火器发展有过详细描述。他说，在征服安南期间，有一种神机火枪，用铁作为矢簇，以火发之，射程可达100步以外，捷妙如神。这种火枪呢，以安南制作最为巧妙。胡元成就是制作火枪的专家。明军这边如何应对的呢？这个朱棣早就探查的明明白白，提前命令工部研制了一种专用盾牌，这种盾牌里面编上竹子，外面缠裹牛皮，经过特殊工艺处理，取名哀牌，
专门用来防卫安南火器。投入战场以后，效果特别好。吕玉在攻打爱留关的时候，就是用挨排顶住了守军火力。爱留关首战告捷，鸡灵关秦战也相继告破。安南守军无力抵挡，张辅的先头部队很快抵达距离东都升龙不远的嘉林县。另一路大军由西平侯穆胜率领，自云南蒙自出发，一路上玉山开道，玉水搭桥。到了这年11月，两路大军在三代州砾石县会合。通过安南降将的反馈张辅、穆胜得知了安南的基本防线。他们依靠东都升龙、西都清化以及遍布国中的江河，沿江布防设立营寨，又在多邦专门修建土城一座，进发江北军民200多万镇守。各处险要江口、海口都钉有木桩，江中密布大小船舰往来防御，总兵力把水陆两方面都包含在内，对外宣称足有700余万。安南军的这种打法实际上是沿袭过去元朝入侵时候的一些防御策略。明军是在冬天来的，拖住打持久战，只要天气一热起来，等气候湿热，瘴疠兴起，再绝地反击。朱棣在朝中得知奏报以后，立即下达敕谕，要求张辅、穆胜等人务必在来年春季之前结束战斗。转眼到了12月初9，张辅、穆胜合兵一处，共同攻打安南重镇多邦城。这多邦城城下挖了2道壕沟，壕沟里面密密麻麻插满竹签，壕沟外还有陷马坑，城墙修的是高峻厚实，城上有滚木雷石、火铳、箭弩。12月12，张辅领黄忠、蔡福攻打多邦西南，穆胜领都督陈俊攻打东南。根据越南方面的史料记载，这一战打的是异常惨烈，双方全都死伤惨重，城下的尸体堆积的已经几乎和城墙同高，而明军攻势依然不减，奋勇作战。战斗进行到焦灼状态，城上突然脚声大作，安南守军派出了他们的重磅部队象兵。作为东南亚地区所特有的战象，往往令人望而生畏。大象皮糙肉厚，身材高大，在经过专门的驯养以后，可以冲锋陷阵。士兵也可以装上象鞍骑乘，以高耸的视野攻击敌军，这就是象兵。战象冲锋的威力在于他们巨大的力量，往往可以轻松冲垮敌人的阵型，践踏敌军的士兵。这是一支几乎无坚不摧的武装，只是偶尔会出现不稳定因素。如果御手死亡，或者大象遭受重创，很可能会导致大象发狂，一旦发起狂来，敌我不分，后果不堪设想。明军这边其实早就针对安南的象兵做好了准备。怎么准备的呢？朱棣命人雕刻了7个狮子木像，出兵之前就已经配发到军中。这会儿面对安南象兵，大狮子像派上了用场。张辅命人把狮子像全部绑在战马头上，以这几匹战马引领冲锋，2翼再安排神机火铳集中射击。看到远处似马非马的东西飞奔而来，大象内心很茫然，也没见过这么个物种。再近一点一看是大狮子，大象受到惊吓，心态当场崩塌，再加上被火铳弩箭射伤，顿时发起狂来，开始横冲直撞往回奔驰。张辅呢，趁机领兵杀进城中。安南在多邦的守军被大象和明军冲杀到全线崩溃，自相践踏以及被明军杀死者不计其数。大象们从城外跑到城中，又从城中跑到城外，最后明军缴获大象共计12头，物资器械无数。多邦城被攻破，明军顺势兵临安南东都升龙，也就是今天越南河内。东都的守军不战而逃，明军成功攻占东都。张辅下令出榜安民，向朱棣告捷。东都告破，明军开始朝着西都方向进发。安南胡朝的西都城位于今天越南清化省永禄县。战争进行到永乐5年的3月初，天气突然变得阴雨连绵，环境开始对明军不利。部队已经疾病流行，张辅和穆胜等人商议之后，将部队撤到弦子关休整，在那里建造营寨，以逸待劳。弦子关的位置在今天越南兴安省快州县弦子社，这里距离河内30公里，西边紧挨着红河。就在100多年前，安南曾在这里击退过蒙古铁骑。或许考虑到有成功案例在前，
安南倾尽最后一股力量，集结了7万多兵卒，号称21万。胡季离和胡汉仓父子二人啊，也从西都赶来亲自督战，双方在弦子关再次爆发大战。明军的布局是在大江两岸和水面分别布下重兵，等敌军杀到，水陆并出，展开决战。3月29晚上，安南军队出现在弦子关附近。第二天一大早，张辅、穆圣领兵前去迎战。安南在水面上以战船100艘作为先锋，大小船只首尾相连10余里。明军同样用战船展开水战，两岸的步骑配合夹攻。双方接战之后，安南水军用海船横截江面，再向两岸输送木桩民夫，把木桩次第排开，形成防线。岸上的步军同一时间呢，开始使用火铳进行掩护。张辅在这个时候啊，调来虎贲精锐进行猛攻，安南军开始支撑不住，纷纷溃败。路上临阵倒戈、覆水而死的，水军因为战船被击沉淹死的，数量多到没法统计。明军斩首万余计，江水被染红，积尸数十里。安南将领有的投降，有的逃跑，也有的投水自杀，或者被当场阵斩。主力军已经被歼灭，胡氏父子只能分头逃窜。明军在这之后啊，乘胜进军，长驱直入。安南已经是溃不成军，组织不起来抵抗的力量。到这年5月11，永定、魏族、王柴胡等7人，在一个叫做直指滩的所在，将安南太上皇胡季离擒获。随后呢，又抓住了他的长子胡元成。5月12，降将莫遂在高望山将安南皇帝胡汉仓和他的太子一并擒获。胡氏亲属俘获无疑。至此，明朝和安南胡朝的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根据当时的统计呢，安南的土地、人口、物产有抚州48，县168，人口312万9500户，象112，马420，牛35750，船8865。这年6月初1啊，朱棣昭告天下，说明用兵安南的缘由始末，同时以陈朝子孙已经被胡氏杀戮殆尽，无可继承为由，宣布对安南直接管辖，在安南设置交趾3司及郡县，以吕毅为都指挥使，黄忠为副，刑部尚书黄福兼掌布政按察2司，设置了15府，分辖36州180多个县，在各个要地设置11卫3个所1个市舶司。从永乐4年10月到永乐5年5月，张辅前后历时7个多月，征服安南，擒获胡氏父子。如果按照越南史学界的说法呢，从唐昭宗天佑2年，安南本土豪族曲成玉自称靖海军节度使，安南从中国封建王朝夺得政权而自立。如果这样算起的话，安南在独立了500年以后，又一次重新被纳入中国版图，成为行省之一。此后20年被称为第4次北蜀时期或者蜀明时期。尽管明朝大力推行同化政策，将中原文化不断输入安南，任命安南降将降臣共同管理，出资修葺陈朝君臣们的坟墓，有的还专门上谥号立庙祭祀，但是安南仍然反抗不断。陈朝后裔重新起兵5、6年的光景被张辅等人镇压了下去。永乐16年，安南豪族黎利起兵抗击明朝，并且屡次击败明朝的讨伐军，最终在宣德2年，明宣宗朱瞻基接受了三杨的建议，从安南撤军，并册封黎利安南国王。明朝结束了对安南的统治，安南再次获得独立。胡季离啊，本来叫做黎季离，继位后改名胡一元，越南胡朝的开国皇帝，史称胡先主。除了权臣外戚开国先主，他还是越南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儒学学者和诗人。如前所述，胡季离有2个儿子，长子胡元成，次子胡汉仓。在篡位以后呢，由于遭到群臣的反对，胡季离决定传位给拥有陈朝皇室血统的二儿子胡汉仓，但是又担心大儿子胡元成心生不满，于是有这么一天啊，他拿出一块砚台，对胡元成说此一卷其实，有时为云为雨，以润生民，同时要求胡元成对答，以观其志。胡元成呢，因此指向一处盆景，说这3寸小松，他日作冻作凉，以服社稷。胡季离
由此明白了大儿子并无不满，最终将胡汉仓立为太子并禅位。永乐2年，明朝使者李琦出使安南，当着李琦的面，胡季离曾经做过这样一首诗，说欲问安南事，安南风俗淳，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玉翁开新酒，金刀啄细鳞，年年2、3月，桃李一般春。这首诗被记录在了《大越史书全传》。还有一种说法，说这是日本使者所作，把争议暂且放在一边。我们看胡季离这位人物有经世之才，只可惜操之过急，因此呢，才给了明朝攻取安南创造了机会。朱棣继位初期明朝认可了胡氏对安南的统治，但是两方面的矛盾让双方关系恶化。一个呢是安南胡朝和明朝的边界争端，一个是胡朝对战城的不断侵扰。明廷发出了警告，可是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随后的陈天平事件直接成了关系破裂的导火索，朱棣被彻底激怒。从明朝视角而言安南胡朝的种种举动有违明朝藩属体系的传统礼法，长期侵犯明朝边境和周边国家，构成严重威胁和挑衅。朱棣的上位方式导致统治初期政权并不稳固，安南胡朝的种种行为刚好让朱棣抓住了建功立业、宣示自己政权合法性的机会。从这一层面而言呢，正像郑永长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明成祖出兵安南是为了提高威望及摆脱以篡得天下的恶名的众多行动之一。至于打下安南并将其纳入明朝版图，应该是朱棣在出兵前后就已经确定。传统上的大同、天下观、春秋大义等等4项影响，朱棣本人的开拓型对外政策，中原王朝的安南情节，这几点是朱棣郡县安南的关键原因。继而在安南重新划定行政区域，设立卫所、驿站，废除胡朝的苛捐杂税，设立养鸡院，经济上推行明朝税制，文化上推行明朝教育制度，在各个行政区域开设学府，将安南纳入科举系统，但是一定程度上也形成了对安南财富的搜刮和剥削。安南史书记载说，重科厚敛，民不聊生。尽管不一定达到这种程度，但是可以看出明朝的经济政策并没有让安南人感到满意。文化政策上就更加简单粗暴。前面提到朱棣给朱能章甫的密诏，一应文字，悉数焚毁，意在试图毁灭安南的本土文化，同时呢，将大量文化精英内迁。这种强制性的策略未免过分的急于求成，自然很难得到安南人的认同。历代学者对于明朝郡县安南评价不尽相同，有的认为善后策略严重失误，有的认为官员将领的任用十分不妥。安南史家对这段蜀明时期更是大多抱以贬低仇恨的态度。目前当代史学界比较客观的观点认为，明朝无法巩固对安南的统治，根源在于安南独立已久，其民心已经不再愿意归属中国。明朝讨伐安南的行为本来可以看作是对藩属体系的维护，出人出力帮邻居解决一些纷争和矛盾，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明成祖郡县安南的行为本质上是非正义的，破坏了藩属体系的政治原则，也违背了他自己打出的兴亡继绝的政治旗号。尽管推行的一系列统治策略总体来看并没有大的错误，但是朱棣还是用力过猛了，想要在极短时间内将中原王朝制度一股脑的移植到安南。想法很好，但是忽视了已经根深蒂固的文化认同和风俗习惯，就必然引起不满和反抗。明朝之所以无法在安南稳固统治，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安南已经形成独立发展的历史传统，文化认同、治权分离的理念已经根深蒂固。如果不是操之过急，如果保留安南作为一个民族的必要条件，今天的越南会不会是另外一幅景象呢？读历史知善恶，这里是烽火照东南，感谢您的收看收听。喜欢我的节目别忘了点赞转发。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